晚安，大家晚安，我是哲瑞鸡蛋糕的老板朱家安。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巧克力千层酥条，我很喜欢这道甜点，因为它真的很好做。首先把从超市买来的酥皮切成条状，平铺放在烤盘上后放入烤箱里等待15分钟。烤箱记得先用180度预热过，接着把巧克力隔热水融化，准备好盛在容器里。趁着烤酥皮的时候，我们来谈谈死刑。我知道你想问，老板，你确定要谈死刑吗？确定吗？这个节目现在才出到第2集耶，你真的要这样吗？等一下。听我说完，死刑的存废是目前大家热衷讨论的重要议题。它是一项公共决策，不但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影响，也对社会的未来有影响。参与讨论的人抱着不同理由，对死刑的存废提出不同看法。透过不断讨论来达成共识，以决定社会要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今天我们先不急着下定论，但希望能够透过聊聊这件事，探讨一下死刑议题的讨论能让我们学到些什么。例如，在决定支持或反对一件事以前，大家用理性想清楚了吗？而我们用来讨论事情的方法又是否用对了呢？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可能有点复杂，所以请来宾为大家振奋一下士气。请来宾为大家振奋一下士气。请来宾。大家好，我是智慧与理性的化身，白雪公主。那我们开始吧。关于支持死刑和废除死刑，仔细看两方的说法。虽然我们无法斩钉截铁的判断废死一定是好坏坏或好棒棒，至少可以学到怎么思考。以下我们就分别站在支持死刑和废除死刑立场上，各举其中一个可能的支持理由作为例子，来说明当你看到一个说法时，可以怎样进行分析和理解。讨论1：以牙还牙。首先，我们来谈谈支持死刑的其中一种意见。有人支持死刑是因为认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一命偿一命。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人有时候只取出个别案例用来表达想法，有可能他脑袋里蕴藏小宇宙，但只说出了其中一咪咪。无论如何，说法不完整，不代表该想法也不完整。就像烤箱里的酥条，现在是条状的，不代表买来的时候就是条状的。你现在看到我没头发，不代表我以后不会长头发。应该没有人在乎那种事吧？所以看到这种说法后，第一步是替他寻找最有说服力的版本，也就是官方威力加强进阶破解完整版。这是思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如果连官方威力加强进阶破解完整版看起来都有很多吐槽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说，它真的是蛮有问题的。好的，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以牙还牙的完整版指的可能是什么呢？它的重点似乎是要用一样的方式去报复和惩罚做坏事的人，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整理成这样：应报理论 V1， 当 A 对 B 做了坏事，我们应该在 A 身上做一样的坏事，可以的话应该让 B 来做。比起以牙还牙这种说法，应报理论 V1 呈现了更完整的规则，但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该说法有一些问题，并不是所有坏事反过来施行在做坏事的人身上都可以造成一样程度的坏后果，例如性骚扰。谁在摸屁股？又怎样？你也可以摸我的啊。维根斯坦，你这样说就不对喽。当一个说法的某个版本听起来怪怪的，不代表那个说法本身就是怪怪的，因为有可能只是那个版本不够好。所以显然，让受害人对做坏事的人做一样的坏事，这个说法不太有说服力。我们能替以牙还牙，找到更好的说法吗？你可能会想到应报理论 V2， 当 A 对 B 做了坏事，我们应该把 B 感受到的同等程度痛苦施加给 A。这个版本不像 V1， 不会有大家互相摸屁股的奇怪后果。可是它真的是可接受的看法吗？这一题就交给大家想想看喽。随堂小练习：应报理论 V2 能代表刑罚的精神吗？或者它有没有其他奇怪的后果呢？看完以上支持死刑的说法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反对死刑的其中一种说法。讨论2：政府杀人。有人指出，既然百姓不可以杀人，那政府也不可以杀人。这种说法背后的理由可能是政府禁止杀人，说明政府认为杀人坏坏，结果政府自己又杀人，这好像有点打自己的脸，不是吗？这个说法看似简单有力，但它的道理说得通吗？进一步检查，我们会发现，它似乎预设了一个原则，也就是当政府禁止人做某件事，政府自己也不可以做那件事。把这个原则抓出来，马上会发现它哪里怪怪的。例如，
抽税、零检、开罚单，这些都是百姓不能做，但政府可以做的事啊。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打算严格遵守，当政府禁止人做某件事，政府自己也不可以做那件事，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成立，因为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拥有更高的权力，被允许去做某些一般人不能做的事情。随堂小练习：人民被禁止杀人，所以政府也应该被禁止杀人。那你似乎也应该基于人民没有监禁别人的自由而反对监狱，这样推导出来的结果，你觉得合理吗？从以牙还牙和政府杀人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2个结论：第一，批评一个主张前要先检查自己对那个主张的理解是不是最强大的版本；第二，确认某个主张有没有道理时，我们可以试着去找这个主张会不会出现什么奇怪的后果。讨论完以牙还牙和政府杀人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死刑是否应该废除了吗？当然没有，因为这2个争论只是死刑争议的冰山一角，相信还可以举出各式各样其他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像是赫阻力、人权、冤案等等。不过因为时间的限制，加上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决定观点的对错，通过对这2个主张的讨论，我们想提醒大家，可以把这些思考方式运用在其他的讨论里，或许这样一来，大家的沟通就会更顺利哦。话说到这里，我们的千层酥条终于可以出炉喽！把烤好的千层酥条裹满巧克力，再晾干一阵子，好吃的巧克力千层酥条就完成喽。来，你试试看。你要喂我吃吗？好哦。啊，今天的料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大家对本集的料理或哲学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会挑几个我喜欢的来回答。哲学鸡蛋糕也欢迎任何食品或餐具的厂商与我们联络，请将您的提案寄到taiwanbarstudio@gmail.com， 我们可以在节目中使用或介绍您的产品哦。晚安，我是朱家安，哲学鸡蛋糕，我们下次见喽。